大家好啊，歡迎繼續收睇我嘅頻道。今條片就會介紹翻1月份全新賽季龍族嘅完整介紹，重點圍繞翻鐵拳嘅故事，亦都包含咗大量龍族卡牌、相關嘅角色同埋全新機制。咁首先睇翻通行證部分，今次購買高級通行證就會贈送全新賽季卡受腦，當然包含咗佢嘅變態卡。另外2張就係翼龍人同埋劍龍人，亦都有專屬嘅卡底同埋頭像嘅。如果你升級埋超高級通行證，就會獲得另一張新卡月龍，呢一度就會攞埋佢專屬嘅變態卡。因為呢張鋪5卡牌亦都可以喺第一個禮拜喺 CFS 抽到。計算埋呢2張卡牌，今個賽季會推出8張嘅新卡。另外亦都有翻2個限時模式，一陣都會講到，所以千祈唔好錯過今期嘅影片啦。準備好嘅話，記得讚好訂閱，撳埋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遊戲最新嘅資訊同埋當中嘅實戰片段。事不宜遲，影片正式開始。首先睇翻官方網店獎勵，繼續大受歡迎，所以今次再次推出專屬嘅獎勵。只要你喺網店購買高級或者超高級通行證都可以獲得。今次嘅獎勵包括1包收藏者鋪5卡包，另外有3張黃金火焰邊框。特別提醒翻大家，如果你喺遊戲入邊購買高級通行證，然後喺翻網店升級，係唔可以獲得呢個獎勵嘅。所以一律建議大家更新遊戲之後，直接喺翻網店購買通行證，呢一個就係最好嘅選擇。如果齊卡嘅朋友，你唔係特別追求邊框，基本上購買高級通行證已經可以有最大嘅性價比，回贈翻4000令牌。今次龍族賽季本身推出11張全新嘅卡牌，但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，當中有3張鋪4卡牌暫時唔會推出。呢一個對於未齊卡牌嘅朋友嚟講，係一個幾好嘅消息，稍為減低你儲卡嘅難度。我哋由左至右、上至下排列出今次推出新卡嘅次序。首先2張黃色邊就係今次通行證贈送嘅新卡，4張紅色邊今次鋪5新卡，跟住只係得1張藍色邊就係今次鋪4新卡，最後白色邊今次限時活動打分數可以換到嘅鋪4新卡，一共8張新卡。咁睇翻詳細少少嘅資訊，都係每一個禮拜推出1張鋪5新卡。而鋪4卡牌方面，頭先都見到第一個禮拜有1張。然後去到月中嘅時間玩我哋限時活動，可以換取埋另一張鋪4新卡。跟住介紹翻今次限時模式嘅內容。首先就係1月11至到18日，爆能超載標速過載再次回歸。普通嘅爆能超載加插咗充能卡同埋反應爐效果嘅進階玩法。今次做咗速度上嘅優化，令到遊戲入邊嘅動畫加速，咁就慳翻大家嘅時間。另外都有翻平衡性嘅調整，減低翻能量嘅輸出，防止場地上面太多卡牌，令到對局唔好太混亂。玩家可以有翻合理嘅出牌空間同埋戰術嘅選擇，咁當然都會跟進翻近期嘅活動，係會有翻通行證嘅，亦都會有翻更加多嘅資源獎勵。咁但係大家放心，新卡龍之領主都會喺翻免費軌道上面，只要你打夠分數，應該都可以換到今次嘅新卡嘅。第二個活動就會喺翻1月25日至到2月1日推出聖所對決，今次就會減輕翻玩家嘅負擔，純粹有翻裝飾品同埋資源嘅獎勵，係冇另一張新卡嘅。玩法上面應該都係保持不變。最近大家都覺得活動太多啦，希望今次呢個係一個輕鬆玩嘅模式，換翻少少資源同埋變態卡嘅獎勵。跟住睇翻今個賽季精選嘅卡包組合。首先1月9日至15日恐龍主題變態卡包，暫時 show 出嚟嘅就係惡魔恐龍同埋劍龍人，唔知當中嘅卡包有冇鋪5卡牌啦，價值只需要1000令牌。跟住去到1月中嘅時間14至到20日東界雪球大戰卡包，字眼上面就係講到當中一個冠軍牌組就會喺度展示，會包含翻冠軍牌組入邊所有鋪3、鋪4、鋪5卡牌，可能就會有翻啲實用卡牌嘅，密切留意住月中嘅時間。但係都講到明就唔會包含翻賽季 set pack 入邊嘅卡牌。最後1月27至到2月2日塔羅主題變態卡包，呢一個就十分之期待，因為我記得塔羅主題嘅變態卡有唔少都係屬於圖鑑嘅一部分。咁即管睇下到時有冇啲好嘅變態卡啦。咁如果未齊卡牌嘅朋友，就密切留意住14至20日冠軍牌組嘅卡牌，應該更加值得入手嘅。跟住係新卡介紹嘅部分。首先睇翻通行證卡牌受腦500體質揭示效果，你最後打出嘅角色每一個回合曾經出到2張或以上嘅卡牌，就可以幫你加翻3點戰鬥力。只要你有2個回合都出到2張卡牌，其實變相已經係54體質，等同於一個紅骷髏嘅戰鬥力，而且係冇副作用嘅。加上佢嘅戰鬥力分配俾另一張卡牌，亦都會減低咗俾對方反制嘅風險。如果你有4個回合都出到2張卡牌，其實佢有機會突破20點嘅戰鬥力。睇翻啲相關嘅卡牌，基本上一張卡牌嘅玩法都係鼓勵你一個回合出到多過1張卡牌。如果你要玩到極致嘅話，
可以用上黃蜂女，連第一個回合都有機會出到2張卡牌。但係最基本嘅配置一定係 Kitty， 確保每個回合彈翻上手可以配搭另一張低費卡牌，咁就更加容易可以每個回合出到2張卡牌。另外配搭有筆下譜、梅林都係可以生成翻啲低費卡牌上手，確保可以出到2張卡牌嘅。而大致上嘅玩法亦都可以配搭翻聖拿相關嘅牌組，因為聖拿其實都係鼓勵你每個回合出2張卡牌嘅。至於加成戰鬥力方面，暫時諗到有卡特隊長、緋紅蜘蛛人、鋼鐵人呢一類，如果可以幫佢哋加到6點、9點嘅戰鬥力，其實都會有一個非常之誇張嘅配搭。但係呢度要留意翻，始終呢一張卡牌其實係幫上一張打出嘅卡牌加成戰鬥力，所以玩嘅時候都要留意翻牌順。例如第5個回合，如果你出鋼鐵人嘅話，第6回合再出翻獸佬，就可以幫佢加成戰鬥力。所以暫時感覺上呢張卡牌最難處理，反而就係牌上嘅問題。每個回合出2張卡牌，其實就唔係咁難嘅。感覺上開季嘅時候，呢張卡牌都可以直入 meta 啦。第2張就係超高級通行證贈送嘅新卡月龍，3-2體質，揭示效果，偷取所有雙數 cost 手牌1點戰鬥力，類似翻諾亞但係吸收手牌嘅版本。3塊最高戰鬥力就係角鬥士，所以最少都要吸翻4至5張卡牌先去翻一個正常嘅水位，去到36或者37體質。不過呢張卡牌需要一定嘅運氣成分，如果咁啱對手比較少雙數費用卡牌，其實佢嘅上限就十分之低，除非自己專登用翻比較多雙數費用卡牌。睇翻相關卡牌，基本上嘅配搭一定係加上主體模組，送翻2張哨兵俾對手，第3回合出翻月龍，咁最少有翻2張卡牌可以吸收戰鬥力。另外亦都可以嘗試用翻莫道男爵，對手下個回合上手嘅卡牌變成6費，又會多翻一個目標。至於西牧師都係增加翻對方手牌，從而增加翻對方有雙數費用卡牌嘅機率。最後就係配搭翻黑寡婦，啟動之後送俾對手卡住手牌嘅武器係0費嘅，同時對方亦都會下個回合好大機會打到場上面，咁就可以做到吸完戰鬥力，對方主動打到場上面嘅卡牌。所以暫時觀感上呢張卡牌都係比較一般嘅，除非開發到一啲特別嘅玩法，例如將手牌啲卡牌減到變負1戰鬥力，再用簽名者送俾對手。但係暫時都感覺上比較迂迴，應該都係放翻喺主題模組嘅牌組入邊，當住一個配件玩先。以近期超高級通行證贈送嘅新卡嚟講，呢一張真係相對比較弱。下一張就係洛克希德2-1體質，回合結束效果。如果我哋今個回合出到一張1費卡牌，佢同區域嘅一張敵方卡牌就會減2點戰鬥力，基本上就係鼓勵每個回合最少出到一張1費卡牌。但係呢張卡牌嘅上限亦都需要撞到對手早段嘅卡牌擺喺場上面，咁先可以鎖定翻對方嘅卡牌減戰鬥力嘅。睇翻相關卡牌，基本上嘅配搭一定係 Kitty， 確保每個回合一定會有翻一張1費卡牌。咁另外對方送嘅石頭其實都係1費卡牌嚟嘅，如果撞啱對手玩送石頭，或者場上面一啲送石頭嘅地形，亦都會增加到呢張卡牌嘅發動機會。另外最近亦都出咗唔少1費嘅術法卡牌，好似陣勢和言，同樣亦都可以配搭翻今次呢張減攻卡牌，做翻一個配搭。除咗呢啲卡牌之外，亦都可以用翻筆下譜、梅林，甚至係比較新嘅徘徊者，呢啲卡牌都會生成翻啲1費卡牌上手，咁同樣都可以確保繼續幫對方減戰鬥力嘅。而頭先介紹到今次嘅通行證卡牌、獸佬相關嘅牌組，其實都有唔少1費卡牌，咁或者都可以配搭翻呢張卡牌，組成翻一個特別減攻嘅玩法。最後就係薩洛斯6張1費嘅寶石，當然都可以增加翻每個回合有1費卡牌出現嘅機會。所以今次呢一張洛克希德就增加咗2費卡牌方面一個全新嘅減攻玩法。下一張Pool 5新卡鐵拳俠林烈2-2體質，揭示效果，將一把伏羲之劍放置到另一個區域上面。伏羲之劍2-2體質，持續效果。如果鐵拳俠林烈喺翻同一個區域，就要幫佢加翻7點戰鬥力。基本上成個套路就要諗辦法將伏羲之劍拉翻去鐵拳俠嘅位置，就可以幫佢變成2-9體質。睇翻啲相關卡牌效果，首先有較早前鋪射嘅術法牌蛛網得當，加上本身嘅幽靈蜘蛛、蜘蛛夫人呢一啲移動效果，都輕鬆可以將2張卡牌移翻喺同一個區域上面。但係呢度我專登冇加插其他移動卡牌，因為其實今次呢張卡牌嘅重點就係移動一次，將佢哋整合埋一齊。如果你移動多過一次，禿鷹、匕首甚至係霹靂火，應該會有翻一個更加高嘅上限。另一方面，今次鐵拳俠都係一個揭示效果，所以我哋可以配合翻宗師。如果本身放喺側邊路線，用宗師就有機會移翻去把劍嘅位置，同時生成多一把劍，再配合翻頭先嘅移動卡牌，有機會同一條路線上面可以有2把劍，加成14點戰鬥力。除咗移動嘅套路，亦都可以考慮玩翻彈跳，甚至係複製嘅玩法，例如野獸、
弗黎格，無論你係彈翻上手，生成多一把劍，甚至係複製多一個鐵拳盒，應該都會有翻一個顯著加成戰鬥力嘅配搭。另外，伏羲之劍係持續效果，所以同區域可以加插翻月光石，亦都會加多7點戰鬥力。最終生成嘅伏羲之劍同埋鐵拳盒都係2點戰鬥力，可以考慮玩翻一個魯波2號牌組，類似翻一個邪惡先生嘅作用。但係今次就可以生成一張卡牌喺另一條路線上面，增加咗最終場上面兩宮卡牌嘅變化。暫時見到呢張卡牌都配合到幾多唔同嘅套路，我自己有幾期待呢張卡牌唔同嘅變化啦。下一張就係非凡龍，72體質，揭示效果，獲得同區域對方前排卡牌嘅戰鬥力，基本上都係 target 翻對方最高戰鬥力嘅區域。去到後期嘅時候，如果對方有一個區域有2張高攻卡牌領先，非凡龍就有機會做到一個反級。因為而家上氣只可以清理到1張高攻卡牌，咁呢個效果亦都幾貼切翻一個7費嘅水平。睇翻啲相關卡牌，基本上7費卡牌嚟講，一定要配搭上跳費嘅組合。呢度揀選咗幾個例子：桑馬斯、電光人、冰月花雪。只要成功跳費，第6回合就可以出到非凡龍。呢一個就係最基本嘅打法。咁另外玩大牌，當然唔少得拉卡嘅動作，可以用翻花火。如果手上面未抽到非凡龍，有機會即刻拉翻牌組頂嘅非凡龍出場。而最近嘅水人亦都係 target 翻牌組頂，如果成功 target 非凡龍，可以變成1費，亦都可以輕鬆出場。咁除咗呢啲卡牌之外，跳費嘅組合亦都會有翻閃爍。只要我哋跳費成功，第5回合出到1張6費卡牌，最後嘅回合打出閃爍，就可以換翻牌組入邊唯一嘅7費卡牌非凡龍。呢一個就需要超前部署，可能第5回合嘅卡牌專登放翻喺對方最高戰鬥力嘅位置，咁就可以最後一個回合喺對方高戰鬥力嘅位置做出一個反擊。而7費嘅配搭當然唔少得海拉，過程入邊只要用氣牌嘅套路將佢抌落氣牌堆，海拉就係輕鬆拉翻上嚟，但係到時未必可以控制到佢嘅位置，亦都會見到自己手出非凡龍嘅好處。最後特別要提到進化嘅效果，無論梅林嘅進化或者係薩希進化，因為多咗1張7費卡牌嘅關係，如果咁啱嗰一局將6費卡牌進化成為7費，可以睇翻呢張圖，7費就會多咗非凡龍呢個好嘅選擇，變咗而家6費變7費，轉到好卡嘅機會就大咗。所以玩開進化嘅朋友都可以留意6進化7嘅時候，而家其實就會大機會變咗1張好卡。自當晚霧之後，呢一張就接近翻7費應有嘅爆發力。最後一張鋪5新卡，十環傳奇上氣，35體質，對戰開始嘅時候，十環就會出現喺手牌，揭示效果，解鎖佢嘅潛能。十環21體質，揭示效果，令到同區域嘅另一張卡牌加點戰鬥力。解鎖潛能之後，變成回合結束效果，令到同區域嘅其他卡牌加點戰鬥力。暫時網上面見到有另一張十環嘅版本，唔知會唔會係解鎖潛能之後就會變成22體質，呢一個到時密切留意。另一方面，效果上面嘅字眼同翻阿加莎唔同，到時亦都要留意，到底開局嘅時候十環係另外抽上手，還是會換咗開局嘅另一張卡牌，呢一個都會好影響呢張卡牌嘅強度嘅。而今次嘅上氣就係圍繞翻加成戰鬥力嘅玩法，如果順利第3回合出場解鎖咗個十環，同區域就會有一個好大嘅爆發力。睇翻啲相關卡牌，首先配搭未解鎖嘅效果，最理想嘅配搭當然就係克利。第1回合出場，第2回合接翻張十環，即刻幫佢加戰鬥力，就可以生成翻一張減攻嘅術法牌上手。另外亦都可以配搭翻僵屍嘅套路，第1回合出飢餓，第2回合已經可以幫僵屍群加成戰鬥力。而教學嘅時間解鎖咗十環之後，就會繼續幫僵屍群加戰鬥力。另外當然係配搭翻正常加戰鬥力有效果嘅卡牌，黑王、蟲族，甚至係卡特隊長。配搭翻解鎖咗之後嘅十環，基本上同區域就會有一個非常之可觀嘅輸出。最後變成回合結束效果之後，亦都係配搭翻第1部隱形女，可以將解鎖咗嘅十環區域推高到一個唔使擔心嘅戰鬥力。而最終就要特別講翻巫術嘅牌組，如果你本身玩開快銀加多麥諾嘅組合，今次上氣加上十環，基本上就係完美取代咗多麥諾嘅位置，變咗第1回合出快銀，第2回合出十環，就唔使專登加插冇效果嘅多米諾，同時間亦都會多翻一張3費卡牌嘅牌組，最終亦都會增加翻巫術成功發動嘅機會。所以今次嘅上氣就會由反制卡牌變成咗一個加成戰鬥力嘅效果。相信中意玩加攻牌組嘅朋友，應該對呢張卡牌都有非常之大興趣嘅。嚟到鋪寫卡牌嘅部分，今次淨係得呢一張可以喺 CPS 抽到1費嘅術法牌威嚴振翅，揭示效果令到我方左手邊嘅手牌加2點戰鬥力。如果係5費或以上嘅卡牌，可以再減多1費。
基本上配搭跳費或者高快牌組係冇問題嘅。又或者可以嘗試加插喺加成戰鬥力嘅牌組入邊用，就會增加翻手牌嘅一啲隱藏性爆發力。睇翻啲相關卡牌，首先推薦當然就係二代獵鷹。如果咁啱左手邊係5費或以上嘅卡牌，即刻可以減2費，最終就會有翻一個非常之唔錯嘅彈性。咁好大機會第4回合已經有出到高快卡牌，就算唔係高快卡牌，亦都可以即刻加翻4點戰鬥力。而加成戰鬥力嘅中快卡牌有黑王或者頭先介紹到嘅蟲族等等。如果咁啱喺左手邊都可以做到一個配搭嘅。只要玩高快卡牌嘅配搭，當中有機會有王。如果咁啱牌組入邊用晒2代獵鷹同埋王，但喺同一個區域就可以發動4次效果。成功發動到之後，就會俾對手一個好大嘅壓力。而高快卡牌方面有2個種類，首先就係功能卡牌，好似宇宙惡靈戰警、大群呢一類。如果成功減費，就會喺早段有翻一個顯著嘅壓制力。咁另一方面當然就係高快卡牌嘅配搭，吞星或者係僵屍吞星。吞星做咗出場，當然對方又比較難估到。而僵屍吞星同時間減費加成戰鬥力，基本上就係呢張卡牌最需要嘅配件。例如2代獵鷹發動2次之後，佢就會變成5/9體質，相當之誇張。最後亦都提及翻頭先我哋嘅非凡龍，因為基本上7塊卡牌一定要做到跳費或者減費先可以自己打出場上面。今次呢一張卡牌就啱晒，target 到1次嘅話，第6回合都可以正常打出場上面，喺對方高戰鬥力嘅區域做翻一個反制。雖然呢張係鋪寫卡牌，但係睇嚟實用性係十分之高嘅，大家密切留意住啦。嚟到今次最後一張卡牌，龍之領主5/5體質揭示效果，喺手牌直接放置一張卡牌喺同區域上面，就係頭先提到今個賽季爆能超載模式可以換領到嘅全新鋪寫卡牌，好明顯就係配搭翻高費牌組用嘅，目標都係希望拉到6費、7費嘅卡牌落場，增加翻高費牌組嘅爆發力。睇翻相關卡牌，首先近期配搭高費卡牌嘅牌組通常都會用到嘅幽禁，本身同今次呢張牌其實冇乜直接嘅配搭，但係2張卡牌應該都會同時放翻喺高費牌組入邊，所以到時都可以密切留意幽禁嘅牌組有冇空間換上今次呢張新卡。咁跟住當然有翻阿倫蒂娜局長，都係補充翻手上面可以抽到啲高費卡牌，配搭翻今次龍之領主就可以拉翻高費卡牌落場。跟住就係我哋拉卡換牌嘅3人組，鎖匙狗、花火再加上閃爍。其實今次呢張龍之領主都係類似嘅效果。如果用晒呢啲卡牌嘅情況之下，就可以因應翻自己嘅高費卡牌喺牌組定係手牌出翻相應卡牌，做翻一個拉牌嘅動作。至於高費卡牌嘅例子，當然就係次元行者。如果咁啱次元行者喺手上面，就可以多翻龍之領主嘅配搭。打法上面可能都要清空翻手牌嘅位置，增加翻拉到高費卡牌嘅可能性。咁同一個道理，最後嘅非凡龍都係同翻次元行者同一個意思，希望可以利用翻呢啲卡牌，咁就唔需要跳費動作，都可以有機會出到呢啲高費卡牌啦。其實都可以取代翻高費牌組入邊平時用德古拉嘅玩法。咁整體嘅套路就要睇下點樣平衡翻手牌上面嘅數量，越少嘅卡牌就可以增加翻龍之領主拉到高費卡牌嘅機會。總結嚟講，今次飛龍賽季一如以往，除咗帶嚟咗爆發型卡牌之外，有一啲全新嘅套路同埋輔助型嘅卡牌。我個人特別中意10環上氣同埋鐵拳俠，一張卡牌帶動多另一張輔助卡牌，可以組成翻啲唔同嘅組合。除咗新卡牌之外，亦都有翻變體卡嘅卡包推出，應該點都有啲適合你嘅內容。暫時嚟緊呢個賽季，我應該都會有翻每張新卡試玩嘅片段，當然唔少得限時模式嘅介紹。如果時間許可嘅話，亦都會睇翻有冇啲新卡同舊卡嘅一啲特別配搭。如果你有少量課金嘅限額，都係建議你買翻一個通行證。咁我上今個賽季嘅壽佬應該係一個非常之唔錯強度嘅卡牌，用上呢張卡牌推分應該冇難度嘅。以上就係2026年第一個賽季完整介紹。如果你中意今條影片，覺得對你有幫助，記得讚好、訂閱、撳埋鐘仔，多多支持我哋呢個頻道，咁你就唔會錯過任何最新嘅內容、牌組介紹同埋新卡嘅分析。如果你有任何問題，歡迎喺留言區話俾我聽。感謝各位嘅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。